观众朋友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追踪。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川普剑来了，五角大楼揭中共致命问题；在加州豪宅歌唱祖国，吃皇粮的姜昆被骂翻；台红复交有望，川普力挺的参选人当选洪都拉斯总统；肯尼迪、布什、佩洛西等大批政治新生代投入美2026大选；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启动，台湾120位政要致赠贺词；印度加速喜马拉雅边境基础设施建设，应对中共潜在威胁。下面来看详细内容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6日，星期五。首先来关注川普剑来了，五角大楼揭中共致命问题。在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之际，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抛出震撼性军事构想。川普22日在海湖庄园宣布，海军将建造新型川普级战舰，作为黄金舰队 Golden Fleet 核心。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最大型水面战斗舰，排水量约3-4万吨。川普称该舰将比任何战舰更大、更快，威力强100倍，配备极音速飞弹、核巡航飞弹、电磁轨道炮、高功率雷射及人工智慧技术，首批建造2艘，短期目标10艘，长期扩至20至25艘。海军部长约翰·费兰表示，该舰将整合最先进武器，提供远距打击与指挥无人平台能力。若计划落实，美军将新增具备远程精准打击与防空能力的未来旗舰。然而，也有分析指出，美国造船产业长期面临产能不足、成本失控与计划延宕等结构性问题，即使获得盟友协助，能否如期建成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。在川普宣布造舰构想之际，美国五角大楼同步释出最新版中共军力报告，对中共军事发展提出更为严峻的评估。报告指出，中共正进行历史性军事扩张，其规模与速度已使美国本土安全变得日益脆弱，并警告中共正全力推进2027目标，以期具备对台动武并取得胜利的能力。报告特别关注中共核武力量的快速成长。美方评估，中共已在多个发射基地部署逾100枚洲际弹道飞弹，截至2024年，核弹头数量约为600枚，并可能在2030年前突破1000枚。此外，报告认为，中共正加强预警及发射能力，提升核反击的及时性与存活性，对现有战略稳定构成挑战。在区域安全层面，五角大楼指出，中共正在努力完善多种对台军事选项，包括2栖登陆、封锁与联合火力打击，同时汲取俄乌战争经验，调整作战与指挥体系。不过，报告也提到，中共近年针对火箭军及装备采购系统展开的大规模整肃行动，可能在短期内对部队的战备状态与指挥效能造成干扰。相关反腐调查已波及核武与导弹体系、高层将领与关键技术、采购岗位频繁更迭，增加了指挥链条与组织运作的不确定性。报告并引述评估认为，部分军备项目长期存在腐败与造假问题，包括导弹发射设施、装备性能与质量管理等环节，实际作战能力可能与对外宣称存在落差。在此背景下，尽管习近平政府持续推动军事现代化，并设定明确时间表与战略目标，但整肃行动对部队体系稳定性的冲击，亦使相关目标能否如期实现，仍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刚才为大家带来了中国的最新热点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继续关注中国要闻。如果您还没订阅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别错过我们的每一期更新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关注中共曲协主席姜昆在美高唱我爱我的祖国，惹骂声。圣诞节这天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75岁的姜昆在美国加州豪宅中和一群老艺术家朋友合唱一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在大陆知名问答平台知乎上，不少网友调侃自己苦哈哈在加班，体制内的在海外豪宅内表演真爱国。其中最热的一条回答是一首打油诗，写道：中国捞金美国花，远程爱国表演家，干完红酒唱红歌，身在美国心在华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永是中国心。此身不毁入华夏，
家住加利福利亚，得到了3000多个点赞。姜昆是否已移民美国或拿到绿卡，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焦点，但始终没有证据证明。也有说法称他这次可能是赴美探望定居洛杉矶的女儿。大陆媒体报道，姜昆拉着手风琴，即兴伴奏，一群人在加州的暮色中唱着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一刻也不能分割，把爱国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很多网友都反感这些离岸爱国表演，一边高调唱着爱国歌曲，一边把孩子送到国外，自己长期定居美国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赚钱美国花，我是人民艺术家。这还是典型的此生无憾入华夏，家住加利福利亚。以前著名的爱国大 V 加头老师是怎么翻车的？他口口声声反美，却在美国买房，还有陈平等等，也是这样。许多评论说这群吃爱国流量的人，反美是工作，赴美是生活。网友认为，姜昆说了一辈子相声，也算是吃尽了中国发展的红利，现在还领着中国的退休金。我心是不是中国心不好说，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是肯定的，现在却用着国内积累的财富享受美帝的生活。当然这么选择也没问题，最起码不犯法，只是你们偷摸着享受也就罢了，还要高调贩卖爱国流量，这魔装就惹人烦了。而姜昆也在社交账号上设置了仅允许互关的朋友评论，显然是有很多人去冲击他的留言区，让他受不了了。继续来关注台红复交有望，川普力挺的参选人当选洪都拉斯总统。洪都拉斯选委会24日发布总统选举正式结果，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 Nasri Asfura 当选总统。阿斯夫拉选前曾表示，洪国和台湾有邦交时的情况比现在好100倍，胜选将与台湾复交。洪都拉斯全国选举委员会 CNE 24日发布总统选举正式结果，宣布亲台的国家党 PN 候选人阿斯夫拉当选总统。竞选期间获得美国总统川普力挺的阿斯夫拉，政治生涯长达30多年，这是他第2度角逐总统大位。他今年7月接受彭博社专访时曾表示，如果他胜选，将恢复与台湾邦交，并和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。洪都拉斯现任左派总统卡斯楚 Xiomara Castro 2023年与台湾断交，和中国建交。阿斯夫拉则承诺，当选后将重新审视卡斯楚政府和中国所签协议，并指洪国和台湾有邦交时的情况比现在好100倍，当时洪国获得更多援助，贸易活动也更兴盛。洪都拉斯自1990年代以来以养殖虾为核心出口产业，台湾市场曾高占洪国虾类外销量40%。自台洪断交后，洪国虾类出口锐减近70%，迫使至少60间公司关门，约14000人失业。阿斯夫拉告诉彭博，我心中有一个清楚的3角概念，叫做美国、以色列和台湾。我很清楚，有这些友好国家组成的3角格局，我们就能建立强大的团队，为这个国家找到解决方案。接下来关注美国政坛消息，肯尼迪、布什、佩洛西等大批政治新生代投入美2026大选。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参众两院选举一向是全球媒体关注的重头戏。目前，数十名国会议员即将结束国会生涯，而大批政治世家新生代跃跃欲试接替他们的位置，其中包括佩洛西家族、肯尼迪家族、金恩家族、布什家族等知名世家新一代成员都在积极参选，试图延续家族政治传承。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，本届竞选周期有许多与前任或现任政治人物有亲属关系的候选人，格外引人注目。以竞争激烈的缅因州州长选举为例，就有3位候选人是政治世家子弟。民主党人安格斯·金恩3世 Angus King 3，他是独立参议员金恩 Angus King 的儿子；民主党人汉娜·品瑞 Hannah Pingree， 她是缅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切利·品瑞 Charlie Pingree 的女儿；以及共和党人乔纳森·布什 Jonathan Bush， 他是老布什总统的侄子，小布什总统的堂弟。在新罕布希尔州，即将退休的民主党参议员夏亨 Jean Shaheen 的女儿史蒂芬妮·夏亨 Stephanie Shaheen 已宣布竞选联邦众议员席位。前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 Nancy Pelosi 的女儿克里斯汀·佩洛西 Christine Pelosi
正在竞选加州州参议员席位。切利品瑞表示，他女儿是前缅因州众议会议长，看着他踏入政坛，既欣慰又担忧。但他也说，下一代公职人员追随父母脚步很自然。品瑞否认自己鼓励女儿参选，他说他有自己的政治经验，这是他和家人共同做出的决定。基恩三世向 NBC 表示，他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，例如跨越党派界限的重要性，以及从政能对人们生活产生巨大正面影响，会有非常值得的回馈感受。NBC 报道，候选人出身显赫政治世家，能带来极高知名度，有助建立选民信任并募款。但家族关系也可能为候选人带来独特挑战，尤其当今政治环境氛围急于推翻既有体制，与政治人物扯上关系可能适得其反，甚至招来裙带关系的指责。由一群年轻的艺术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已经开启了2026年的全球巡演，我们来关注相关消息。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启动，台湾120位政要致赠贺词。享誉全球、有世界第一秀美誉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于12月30日第18度莅临台湾，展开2026年度共33场全新演出。台湾是神韵2026演技亚洲巡回演出首站，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外交部长林佳龙等120位中央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首长纷纷致赠贺词，欢迎神韵来到台湾，为台湾民众带来顶级艺术飨宴，并预祝神韵演出成功。除台湾外，神韵目前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开始巡回演出，其中在法国的多场演出场次爆满，而北美的巡回演出则是在加州溪谷拉开帷幕。2025年也是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，从2024演季开始，共有8个艺术团同步在全球巡回演出，足迹遍及5大洲，至少20个国家，200座城市，整体演出规模较往年更为庞大。神韵以复兴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，透过舞蹈、音乐与舞台艺术，呈现敬天重德、忠义仁信等传统价值，带给不同族裔、不同社会阶层、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一场场美妙绝伦、气势磅礴且华丽动人的艺术飨宴。对于神韵赴台演出，台湾多名政要以贺词表达祝贺之意。其中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冠绝古今盛赞神韵艺术成就，考试院长周鸿宪题赠舞姿绝伦，赞扬其舞蹈水准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、考试院副院长许书祥分别以舞动起义、舞动风采表达对演出的期待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则以神采奕然、风华流韵形容神韵风貌。数位发展部长林宜敬题赠神韵共赏，雅意长传。法务部政务次长黄世杰以一坛精英致意。主掌两岸关系的部会首长们也迎接神韵到来。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以神舞飞扬、韵传四海祝贺。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也送上神采妙韵、圆满成功的祝福。另外，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、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分别以一海洋帆、神舞、凌云传古韵艺术、光华耀四方欢迎神韵再临台湾。今年神韵将在台湾8大城市巡回，共开展33场演出，5位直辖市市长也表达欢迎之意。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桃园市长张善政祝贺演出圆满成功，台中市长卢秀燕赞誉神韵舞战怡神，声妙乐韵，台南市长黄伟哲题赠神飞彩绣，韵润芳华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则以一坛盛世，圆满成功迎接神韵到来。神韵天音般的乐曲令人流连忘返，神韵演员的舞姿更被称赞是仙娥降临，这也让神韵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巨大，许多社会名流及政要每年都会去观看神韵演出。阿根廷前副总统 Carlos Rakoff 于2025年4月17日晚间与妻子一同观赏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Opera 剧院的首场演出。他形容演出非常壮观、壮丽迷人，并对神韵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深感敬佩。他指出，神韵以艺术形式展现敬天信神的精神理念，在当今高度物质化的社会中尤显珍贵。这些精神内涵是根本性的，更直言这是一项伟大的使命，总有一天要把自由带回中国。最后来关注印太局势，印度加速喜马拉雅边境基础设施建设，应对中共潜在威胁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
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，印度正推动一轮前所未有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。这些工程大多集中于拉达克等敏感地带，被视为印度为应对未来潜在中印冲突所做的关键准备。在众多项目中，最受瞩目的工程是佐吉拉 （Zojila） 隧道。该隧道位于海拔约3500米的高山地区，全长约14.5公里，总投资超过7.5亿美元，于2020年边境冲突发生后数月正式动工。工程目标是在常年大雪封山的情况下，打通通往拉达克前线的全天候通道。此外，印度还在边境沿线新建或升级了30多处直升机停机坪，修筑数千公里新道路，并投入使用穆德尼奥马空军基地。该基地距中印边境仅约19英里，可起降 C-130J 等重型军用运输机，成为最前沿的空中补给节点。这一轮建设的直接动因源于2020年的中印边境冲突。当年，在长达2200英里的中印争议边界上，双方士兵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，用缠着铁丝网的棍棒徒手搏斗，出现人员伤亡。这场冲突暴露出了边境路不通的后果，增援部队需要数天甚至1周的时间才能驰援到位，而中共可以在数小时内向前线增兵。新德里意识到，过去依赖高山及屏障的战略判断已不合时宜，需彻底改变策略，透过基础设施提升快速响应和威慑力，摆脱被动局面，让中共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需要付出更高代价。截至2025年底，该隧道挖掘进度已完成约12公里，预计2026年中实现突破，2028年2月全面完工。建成后，将提供斯利纳加至勒城的全年通道，结束拉达克地区每年长达数月雪峰造成的隔绝，行车时间从数小时缩减至15至30分钟。